90岁大爷要报名参军，却遭到苏联长官无情嘲笑。随后大爷自信地接过枪，将子弹上膛，然后摘下手套，瞄准10米外的铁罐，接着扣动扳机，可命中的只是一旁的树干。这一枪偏得有些离谱，旁边士兵们都哄堂大笑，以为会是个王者，结果是个青铜。大爷赶紧解释自己太久没拿枪，有些生疏，请求长官再给一次机会。可长官不屑地表示，战场上的敌人是不可能给你第2次机会，这把年纪还是不要参军为好。与其在战场上去当炮灰，还不如好好回家养老来得快活。一番劝说，长官以为大爷会知难而退，没想到绕了一大圈。大爷再次找到长官，他态度坚定，执意申请参军去前线杀敌。长官见大爷如此固执，迫不得已只能安排他去后勤部门负责清理战壕。然而让大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苏军第2天的侦察行动中，大爷用实力打了所有人的脸。在苏军侦察兵巡逻之际，发现敌方德军正在布置榴弹炮，士兵准备向上级汇报情况，而大爷已经趴在800米外的草丛中。只见他装上背镜，拿出气压表看一下湿度和风速，再心算出弹道轨迹，紧接着举起莫辛奈杆瞄准德军士兵，一声枪响，德军士兵应声倒地。等其他士兵们反应过来，朝大爷的方向射击时，大爷一枪打爆德军炸药箱，顷刻间一支10几人的德军小队被团灭。这波操作让战壕里的苏军投来钦佩目光，透过望远镜观察的长官也看傻眼，这个90岁老头到底是何方神圣？然而更让所有人吃惊的是，大爷学射击不到3个月，他的一生已经不能用开挂来形容。大爷名叫莫洛佐夫，原本是沙俄时期顶尖的革命家、科学家、语言学家、天文学家，所有互不相干的领域他都有所涉猎。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后，他毅然决然选择参军。当莫老回到营地后，长官却以擅自行动为由，没收了他的狙击枪。然而让苏军没想到的是，本着有仇必报的德军，在当天夜里就对苏军展开偷袭。由于一名放哨士兵打瞌睡，德军悄悄摸上来，直接将他掳走。听到动静的战友连忙赶来，却被德军开枪打伤。莫老听到枪声后立马赶过来，接着捡起地上的枪，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就这样，2名德军被莫老击毙，最后1名他故意射偏，因为莫老想留一个活口。最终那名德军俘虏被带回营地审问，他招供了德军的火力部署。这下长官被莫老的实力彻底折服，发自内心的佩服起他。紧接着，长官为了让士兵们有更好的射击能力，他邀请莫老担任狙击小队的教练。莫老爽快答应，随即在树上挂上一块小黑板，开始给士兵们讲解风力对子弹的影响。通过莫老手把手的训练，士兵们的射击水平大幅提升。战场上士兵瞬间瓦解了军火力点，为队友冲锋提供掩护。依靠着神准的枪法，苏军很快将德军打得节节败退。士兵大喊着乌拉，一举拿下了德军阵地。自此，大爷成为了德军的噩梦。德军为扭转局面，紧急成立狙击小队，还从欧洲战场调来王牌狙神斯汉。而斯汉果然有2把刷子，刚上战场就锁定莫老位置。90岁大爷举起狙击枪瞄准德国士兵，一枪撂倒一个，随后一枪打爆炸药箱，瞬间消灭一支德军小队。大爷莫老的出现让德军闻风丧胆，于是他们悬赏3万马克抓捕，甚至派出德军顶级狙神斯汉取大爷首级。一场狙击大战就此拉开帷幕。此时狙击手用一根绳子拉动反光镜，以此判断出莫老的位置。不料被身经百战的莫老识破，于是他将计就计，德军狙击手瞬间暴露位置，一枪毙命。另一名德军狙击手赶紧低头隐藏。莫老命令士兵将一个头盔缓缓拉起，德军狙击手以为发现目标，开枪打中头盔，同时他也被苏军击毙。就在莫老以为顺利完成任务，准备收拾东西回营地时，德军王牌狙神斯汉出手了。斯汉果然有2把刷子，他快速锁定莫老位置，正准备扣动扳机时，斯汉身旁突然出现一只狼狗，他将狼狗赶走。等再次举起枪时，莫老已经消失不见。没过多久，德军很快发起冲锋。面对他们的凶猛火力，莫老所在的连队迟迟没有收到撤退的命令。没办法，他们只能继续坚守阵地。可大量的劝降传单送到战壕里，2名苏军看着丰厚的待遇，翻出掩体就往德军阵地跑。莫老见状，为扭转战局，决定制造一台武器。他将汽笛改造成声波武器。当大批德军逼近时，立马转动汽笛，刺耳的声波让德军的耳朵痛不欲生，他们根本无法应对这种降维打击的武器。苏军趁此立马发起反击，他们击退敌军。可德军的后续增援越来越多，部队必须立刻转移向大部队会合。怎料探路的士兵被狙击手击毙，所有士兵都知道这次德军是冲着莫老的悬赏来的。就在大家准备转移时，莫老发现自己的帽子不见了。原来学生偷偷戴上他的帽子，代替莫老引诱德军开枪。一声枪响，敌人暴露位置，暗处的士兵直接将其击毙。在接连解决掉几名德军后，整个狙击小队只剩下德军狙神斯汉。苏军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几番对狙，苏军败下阵来。看见倒地的士兵，斯汉以为成功击杀莫老，他连忙上前查看，怎料看到的却是手里紧紧攥住2颗手雷的苏联战士。可惜一声爆炸并没有带走斯汉，随后他被送进战地医院，没有伤到要害，并无大碍。而这边苏军开始转移，年事已高的莫老在撤退途中不幸病倒，他们只能暂缓撤退。随后苏军在路过一片荒地时，恰巧遇到2个游击队员，
在他们的盛情邀请下，大部队决定前往村子进行休整。游击队员热情好酒好菜招待大家，可没想到这户人家的大儿子向德军通风报信，一夜之间村子已经布下天罗地网。第二天，士兵们正在熟睡，莫老发现屋外有异样，赶紧叫醒士兵出去探查。可刚一开门就被德军掀翻在地，德军冲进屋内控制士兵，阁楼上的长官连续击毙2名德军，紧接着跳窗逃跑。可没跑2步，意外还是发生了。德军长官迫不及待把女战俘往屋里拉，可万万没想到，这个女俘虏却是苏军叛徒的女友。叛徒向德军士兵求情，希望能放过自己的女友，但德军士兵表示枪已上膛，拒绝了叛徒的请求，甚至反手将苏联叛徒打倒，接着用言语侮辱。这一下激起了叛徒的狼性，冲上去扑倒德国士兵。叛徒抢过手枪将德军击毙，巨大的动静引来大批德军。此时叛徒终于醒悟，他不想背负苏联后人的骂名而死，于是拿起冲锋枪与德军展开猛烈交火。虽然最终他被德军击毙，但他的牺牲给苏军争取了大量时间。这时，一个村民大妈将斧头递给苏军，被困的苏军士兵砍断门锁冲了出来。紧接着，他们解救出被关押的莫老，随后拿起武器与德军展开殊死搏斗。很快，村庄内的德军被团灭。然而，就在苏军打扫战场时，一名士兵突然被击中倒地。原来德军居神斯汉再度现身，此次他决心要击毙莫老一雪前耻。其实从他选择的射击点就能看出，这次斯汉根本没打算活着回去。而苏军为了让莫老能接近钟楼，2名士兵故意暴露自己，以此来吸引斯汉的注意。随后莫老顺利进入钟楼，德军居神不是白叫的，他敏锐地察觉到局势不对，慌忙朝楼下射击。然而狭窄的空间根本无法发挥，都没有击中彼此。他们此时陷入了僵局，双方都不敢再轻举妄动。这时楼顶的钟声突然响起，一下引起了莫老的注意。莫老思索片刻，他拿出铃铛用于吸引斯汉注意，紧接着自己悄悄来到阁楼外面，举枪瞄准鼓中的绳子，一枪打断绳索，150公斤的鼓钟对着斯汉砸了下来。就这样，居神被活活砸死。90岁的莫老用自己的智慧赢得了这场狙击手之间的博弈。莫老参军时间不到1个月就屡立战功，然而毕竟他年事已高，身体已经无法抵抗高精度的作战，最终莫老被送往了大后方。1944年，莫老获得列宁格勒保卫者奖章以及列宁勋章。4年的卫国战争胜利日上，大爷再获1枚列宁勋章。莫洛佐夫一生的顶级头衔有无数个，最让他在意的就是学术界公认的是卫国战争时期最年长的红军狙击手。他也活到了战争胜利，直到1946年7月30日，这位苏联英雄与世长辞。